他来到海城的时候，跟我一样一无所有。10年以后，他站在城市的最顶端，成为了俯瞰整个海城的地产大亨、千亿富豪。他是季彦舟，也是我的偶像。我的妈妈就在他麾下担任财务总监一职。妈，我被清大金融系录取了，你快下来看我录取通知书。郝宁，听说你妈妈贪污了3000万公款，把钱给咱俩分分呗。我妈没有贪污，她是被栽赃陷害的，新闻都报道了。你妈妈就是贪污，你就是贪污犯的女儿。马总，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组新来的实习生柳一宁，是庆展大学金融系高材生。愣着干嘛呀？给马总敬酒啊！天哪！你没长眼睛啊！这是为开泰专门定制的降温塔，多好的彩头！不好意思，马总，我现在收拾。就当是岁岁平安吧。我代表柳一宁给各位领导赔罪了。柳一宁会跳舞，要不我让他表演个节目？别跟个木头似的呀，赶紧跳！这跳纸买的啊？这首是华尔兹舞曲，一个人跳不合适。我看过关于您的所有财经报道，您跟报道上写的不太一样。报道里写的我是什么？乡下来的放羊娃，贪得无厌的乡巴佬。英俊、儒雅，极度聪明和自律，但从没有写过会跳这么好的华尔兹。艺术和商业看似两端，实则都在追求一种极致的平静与美感。跳多好啊！谢谢您，让我了解我的偶像。
季董不会来的。组长，我听不明白你的意思。季董身边美女如过眼云烟，他2、3分钟就把你给忘了。你与其在他身上下功夫，不如……季董，这不是年会和你跳舞那位？现在小女孩真是不能小觑。蔷薇酒店10月31日2808套房。什么？我突然想起来，这张酒店发票还没给您报销呢，才问我具体事由。我是照实说呢，还是先问问您的夫人，那天2808号套房里的人到底是谁？小丫头，行。明天去和人事处说一下，开泰留不了这种对手下毛手毛脚的人才。是。那个女孩是郝总监的女儿，叫郝宁，刚考上大学。忘了又怎样？我有办法让他记住我。在路口停车，我下去走走，你可以下班了。好。吓死我了！季董，您怎么在这儿啊？看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开车送你，有太招摇了。所以，亲自送吗？这附近都是老住房，我以为像你这样的女孩，至少会住个漂亮的公寓。选在这里，是因为窗口朝南，我一睁开眼，就可以看到努力的方向。季董，你能在10年内从一无所有站上开泰的顶楼，我也想试试。我一定要在这里工作。而且，开泰的大楼我很喜欢，它就像是2把宝剑，为这座城市劈开一条通往财富的道路。还有很多人说，他们像2根竖起的中指，在挑衅整个海城。什么？看见了吗？还真挺像的。初入海城地产圈，很多人都看不起我，他们觉得我是小地方来的人，却不自量力，敢碰他们的蛋糕。但我却成功了，所以他们觉得我建这座双子星大厦是为了打所有曾经看不起我的人的脸。打他们的脸又如何？他们越是瞧不起我们，我们越要证明给他们看。我们？对，站在街道上仰望天空，这不该是我的命。我一定要站在最高处，拥有俯瞰这整座城市的权利。说野心勃勃也好，不自量力也罢，但我知道，那才是我的未来。看到你，就像看到曾经的我，所以我完全能理解你在想什么。你身上的香水味，不是一个小镇来的实习生能支付得起。刚刚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费尽心思的打听我喜欢的香型，故意在宴会厅上引起我的注意，到底是在图什么？你很聪明，有野心，懂得利用自己的资本，可惜你选错了对象。这件大衣
作为经验的战利品，送给你了。等等，我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样的香型，但我全身上下有香味的只有这个。这是我母亲临终前给我求的护身符，我想留在海城，还用不上这种手段。对不起，我走到今天这个位置，见过了太多手腕，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我不得不设防。那季董以后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了，不然我的自尊心可是会碎的。看来季董的诚意就这么一点。冲吧。要不要来做董事长秘书？嗯。现在非常确定。你不是要去高处看风景吗？敢做梦，却不敢接受挑战吗？冲吧！下雪了。现在。有依你，为何还要回来？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开泰这个黑洞会吞噬掉所有善良的人。希望你母亲的悲剧不要发生在你身上。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季董，走啊！我到家了，谢谢你，季董，我先回去了。如果他在意我，他就会一直等待，直到灯亮。妈，我已经成功接近极眼者，很快我就可以为你复仇了。今晚辛苦你当坏人吧。小事，毕竟真正出面和坏人周旋的人是你。我妈没有贪污，她是被栽赃陷害的，新闻都报道了。你妈妈就是贪污，你就是贪污犯的女儿。你们对拆迁款不满意，自己去找开泰的，欺负一个刚丧母的小姑娘，算什么男人？英雄救美啊！别理他，别理他，直接走。谢谢。我相信你，你母亲绝不是贪污，也不会是自杀。李心远，他的奶奶死在了开泰的旧楼拆迁之中，变成了轻飘飘的一行数字，而行凶者至今还在逍遥法外。
想要摧毁开泰伟业，就必须拿下开泰的3剑客：季彦舟、易安、马建业。马建业是季彦舟的发小，讲究江湖义气，负责替他扫平来自下方的一切阻碍。他是季彦舟的命根子。易安，海外留学归来，精英出身，负责赚取现金，是季彦舟的钱袋子。开泰是个庞然大物，但3剑客早已面和心不和，而你就是撬动他们裂痕的关键。季彦舟，高高在上的你，大概只觉得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我会成为开泰倒下时落在上面的第一片雪莲。除了开泰3剑客以外，还有一位影子总裁，就是季彦舟的妻子孙夏花。她和她背后的孙家牢牢掌握着开泰的命脉。你是说，这个女人更厉害？不，她已经死了。如果我的情报没有错，2年前她就死于一场车祸，消息秘而不宣。因为即便她死了，孙家也依旧要控制着季彦舟。难道你要模仿孙夏花，走进季彦舟的心里？不，我要毁掉她在季彦舟心里的所有痕迹。死了的孙夏花不过是孙家留在季彦舟身上的镣铐，而我要做那个解开镣铐的人。季董真是好雅兴啊！大半夜和女实习生出去采血，也不怕传回孙家。不愧是孙家养的一条狗啊，连工作之外的时间都这么费尽心思的监视我。我和夏花早就结束了，如果不是为了开泰的股价没跟孙家撕破脸面，我能容忍他们把你派到我身边，我代表所有的事情我都能忍。你还敢和孙家谈脸面？别忘了是孙家选择了你，你才一步登天呢。别以为现在自己翅膀硬了，就能和孙家叫板，摆清楚自己的位置。前平后板，一脸穷酸学生气，就他这样的也配当我的对手？那天庆功宴结束，季彦舟没坐车，走着把这小丫头送回家了。第2天就给她调成了中级秘书。我当初是看你长得跟孙夏花眉眼间有点相似，才把你安排在季彦舟身边，让你帮我传传话，吹吹枕边风。没想到啊，1年的时间，你给我走成一部废棋。马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聊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送你件衣服。啊，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秘书是总裁的体面，放心吧，财务报销的。去换上吧。这是孙夏花年轻时候的照片，从明天开始就照着这张照片打扮自己。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马建业这个蠢货，要是能打扮成孙夏花的模样就能上位，我早800年以前就是董事长夫人。谁会喜欢看一个仿货天天在眼前晃？季董，怎么是你啊？我今天接到了调令，特意过来报道，帮您把办公室整理了一下，您的西服也帮你洗好了。你怎么穿的这身衣服啊？便宜货而已。是吗？3年前，
巴黎时装周春秋高定款，全球限量12件。原本我以为你很聪明，没想到你也没那么聪明。128块，给好评再返5块。我现在给你找订单。不用了。不用了。作为您的秘书，是您的第一门面，外表总不能让人看清了嘛？是不是看不出来这是假货？果然，在季董身边，假货看着也像真的。这张卡是秘书经费，费用单独从我这里走。出去和同事熟悉一下，买些合适的衣服。以后这身衣服就不要再穿了。秘书是总裁的脸面，万一穿假货出去被人认出了，丢的可是我的人。好，我赌5分钟之内这个新来的走人，输了我请咖啡。总裁请客吃饭，有想一起的吗？多谢梦姐，送了我一件全球限量12件的糕点。梦姐这种小心思，以后还是省省吧。你以为你跳个舞就能入得了他的眼吗？季董这个人外冷内冷，他心里唯一爱的女人只有他的太太孙夏花。你就算使尽手段，最后也不过是白费力气。怪不得你脸上动了这么多刀，就是为了长得像他夫人吧？不过你模仿的这么像，够到他的床边了吗？你觉得他是因为深爱他的夫人，还是因为恨着所有跟他相似的女人？梦姐为了弄这个鼻子花了不少钱吧？衣服脏了还能洗，这鼻子要是捏坏了，你这1个月还能工作吗？我是季董为我的偶像，我只想做好一个秘书，我不会做其他的事情，请你放心。你最好是，既然你要做季董的秘书，也该熟悉熟悉工作。这是公司近10年来的会议纪要，你把纸质版和电子版都整理清楚。柳一宁，把你调到我眼皮底下也好，我有的是办法逼走你。研读档案，正合我意。原本想从这些文件中找到跟母亲有关的线索，可母亲去世那段时间的档案竟然凭空蒸发了。记得。怎么这么晚还在这里啊？梦姐交代的工作，让我把过去10年的会议记录整理一下。我记得会议记录有专人整理，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任务了？如果有人刻意为难你，告诉我。季董，是我主动请缨的。整理这些记录，就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仿佛我也跟着您的步伐，一步步披荆斩棘，走向成功。我走向成功之路的第一准则，就是绝不会饿着肚子独自前行。小时候，我认为雪是最纯净的东西，所以下雪的时候，我就张大嘴巴把雪花吃掉。结果第2天我就拉肚子了。后来我才知道，下雪的时候，雪花会吸附空气中所有的污染物。所以下过雪的空气都是最干净的。记得，我知道你平时吃健康的食物，过要多时间。冬天的时候呢，雪花炸鸡配上热红酒，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搭配。因为油脂和酒精在舌尖爆炸的时候，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瞬间。
你怎么知道？我还以为是我原创的呢。可能在什么地方看过吧。请问2位想要参加我们的圣诞小游戏吗？赢了的话可以打半价哦。我们好啊，记得这顿饭我请，帮我省点钱呗。我们为您2位准备了一个苹果，2位只要同时咬住，就算游戏完成啦。准备啦！激动，对不起。一半叫做噱头，最后就以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来耍顾客吗？先生，我看您这桌点的是情侣套餐，我以为……照片。今天的账单我来结，大家回家。记得，我不是那种女人。哪种女人？孟春怡。看来你很清楚啊。想成为她，也不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她是马建业安排在我身边的人，你有那个背景？正因为没有，所以我不需要走他的道路。我比他更知道如何当好一名秘书。秘书要聪明、得体、体贴。当董事长只能往前看的时候，秘书要帮他看到其余的所有角度。他最接近权力的核心，却又不影响权力。您身边没有这样的人，而我可以是。我没有靠山，我唯一可以效忠的只有你。在秘书处，你想做到什么位置啊？第一秘书，取代孟春怡。有野心是好事，小心人心不足，蛇吞象。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我不得不设防。那记得我以后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我没有靠山，我唯一可以效忠的只有你。风声节，今年的地产行业大会将在3天后举行，洪春怡，尽快准备资料。好，季董，我可以一起去吗？啊，季董，他才来公司几天呀？那么长的宾客名单，他要是忘了出了纰漏，丢的可是开泰的脸面。好，去准备吧。好。能让季董看上你是你的运气，不过能不能在椅子上坐稳，靠的是本事。我当年可是足足背了好几个月，才把这些人名给记了7、8成。柳依宁，你拿什么跟我比？3天之后，到时候我就不信你还能留在秘书的岗位上。怎么还没到？这是我叫的车吗？季董怕迟到，特意让我们来接人。
你今天很美。谢谢季总。孟春雨怎么还没来？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他居然都能迟到。师傅，这不是要去晚宴的路，你停车！停车！我让你停车！季董，好久不见啊！这是宏达建设的金总，1年前在一位会议上见过。金总，去年就一直想邀您出来，您一直抽不出空，今天可算是又被我逮着了。以后的合作啊，季董，季董，这是周总和他太太做地产投资生意的，今年刚写的会。周总带着太太出门，郎才女貌，实在是般配啊。来，季董，这是00后新秀蒋总，即将接替他父亲的班。我敬你一杯。蒋总年纪轻轻，前途不可限量。论资历，开太才是这个行业里的龙头老大，还要多跟季董学习啊。这么多来宾，记得这么清楚？就连从未在媒体上公开露过面的，也都记得一字不落。这是我的分内事，本来秘书就要替老板分内这件事。怎么回事？好像晚宴开始的时候，你脸色就不太好。没事，没有别发生。不过孟秘书不在，不能倒下。怎么这么疼？没事，地产大会比较重要，我休息一会儿就好。充满。想让他在我和孟春怡之间做出选择，不能光让他欣赏，还要让他心疼。季董，明天在开泰领的补偿，立刻给我从开泰滚蛋！季董，你听我解释，那个资金……这么拼，知道吗？知道。我说过的，我一定会坐上第一秘书的位置，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一定会留下来。对不起，罗欣，我不走，这是最重要的。刘秘书，这样。充满。现在，确定是没承受。
夏华去世以后，我以为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做，安静的度过夜晚。我的世界早就变成了黑白两色，你却这样鲁莽的带着你绚烂的颜色闯了进来。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我什么都给不了你。进。马董。哟，柳秘书，哎，别紧张，坐啊。马董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柳秘书年轻有为啊，给你交个朋友。这短短几个月，你就从一个实习生混成了第一秘书，很会把握机会啊。都是季董慧眼识珠。哎，别这么说，那也是柳秘书这颗珍珠不让自己蒙尘呢。不过有些机会，光靠自己摸索太慢，关键的是得有人推你一把，才能更进一步。听说马坚业又在往别墅区里塞他的人，你是不是没有告诉他不要再打那对敌对主意了？哦，对了，你弟弟纪小伟最近好像新交了个女朋友，你这个当哥哥的打算什么时候见一下？要不要把你那个小秘书也介绍给他？正好你们是兄弟，看女人的眼光应该也一样，你玩剩了给他，物尽其用啊。不过就是一个小秘书，干嘛你急他？对了，他前脚还对你投怀送抱，后脚就跟马坚业鞍前马后了。这是上回我们去视察的报告，请您过目。城东的开发项目以增加面积为由，增加了工程预算，但实际增加的面积是绿化带。应该按照建筑面积的1/3算价格，但现在支出增加，拿多余的钱。易安又开始搞这种吃回扣的小动作，你有什么看法？我是您的秘书，是您坚定不移的拥护者，我的看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您。你现在的位置是离我最近的地方，我不相信面对诱惑会有人毫不心动。我有些机会光靠自己摸索太慢，关键的时候得有人推你一把。你什么玩意儿？马董说的更进一步，是孟姐这样吗？他没来得及收拾工位，我帮他整理了一下，还请马董帮我转交给他。我之所以来到这间办公室，只是纯粹的好奇，季董身边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身边无一人可信，曾经的朋友只会利用他。他一个人守着开泰，很孤独，很辛苦呢。是这样的诱惑吗？你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留下来？马副董私下约见我，我不知道他什么目的，留下记录比较稳妥。谢谢你，理解我。
人们总说秘书是被董事长特殊关照的人，但在我看来，需要被特殊关照的是你。马建业这个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得提防着他点。他这些年做事越来越没分寸了，迟早要酿成大祸。之前让他负责改造旧楼项目，闹得局面很难看。如果他不是公司元老，早该收拾东西走人了。当时开泰里有员工想反映这件事，可最后怎么了？那个人死了，他的办公室也被改成了档案室，之前所有的痕迹都被抹除了，就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您还记得他，而我更是从未忘记。如果这间是妈妈以前的办公室，说不定她会留下什么东西。妈，你会在哪儿藏东西呢？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过来查一些档案资料，不知不觉这么晚了。我陪你走吧。其实我是故意去那间档案室。别害怕，这是电梯故障。有您在，我不怕。有人吗？电梯发生了故障。岳父，求求您了，我会想办法让那群居民从旧楼里迁出来。如果强行拆楼，可能会出人命，那是活生生的人呐！没有人命，都可以计价。燕州，你脑子好，来帮我算算，停工1天浪费的钱够换几条人命啊？燕州，你在我面前没有协商的权利。你要是不肯签这份施工协议书，就永远在这里待下去吧。这次我不能签，不是人，他们是人啊！这是回去。这回去。叶舟，我在。闭上眼，跟着我的话，放空思绪。
想象你在一片海里，在上浮，不断的上浮，你看到一束光，在光里有你所求的最美好的东西。呼吸是凝结。舰长，在那束光里，你看到了什么？有人。抱歉啊，我不用抱歉，激动，我明白。我仔细检查过了所有的账目，发现除了一本正式的账目之外，开泰伟业还有一本黑账。我一定想方设法拿到这本黑账，揭发开泰伟业的违法行为。妈妈一定是查到了什么，才会被谋杀。如果是黑账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在开泰3剑客某个人手里。马坚业不太可能，那就是易安或者季彦舟。看来还得继续接近他们才行。你还可以继续你。为什么这么问？你是李，我。一点小意外。身体的伤口能够修复，心中一旦有了弱点，事情可就不妙了。柳一宁，你还记得季彦舟的身份吗？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怎么了，一宁？现在外面到处在疯传开泰伟业要破产，股票都跌停了。房地产观察报记者跑到别墅区里参观，报道竟然不经公关部审批就发出来。易总，这报道上说我们开泰资金链紧张，别墅区违规开发，正在申请破产。这些媒体一贯喜欢捕风捉影，胡编乱造。这报道一发出来，开泰股价跌停了。这上午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啊，这损失你来担呢。建业，这个记者未经邀请就进入别墅开发区进行采访，谁放进去的你不清楚吗？是你？我这是好意啊，我就是想帮兄弟一把，没想到是。马建业，你以为你和你好到哪去了？每个月花40万把你拉黑了，你还有脸在这说风凉话啊？够了，什么时候了还在吵架？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24小时之内谁解决这次危机，我个人奖励1000万现金。记得，我愿意接手处理这次危机。你有秘书，一个秘书应该还没有资格在董事会上发言吧？刚刚季董说了，谁能在24小时之内平息这场风波，就给予奖励。
我虽然不是董事会的成员，但也是开泰的员工，为开泰尽力，难道也没有资格吗？刘秘书说的很好，身为开泰的员工，应该跟公司共进的。柳秘书再怎么说，也是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把开泰的命运交到他的手上，在座的股东都不同意啊。依我看，这件事情还是留给我来解决吧。如果我办不到，我愿意主动请辞，从此不再踏入这个行业。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不要以为你傍上了某人就可以在这儿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就给你砍了？柳秘书，我劝你别当这当回事，你还这么年轻就想自断前途啊？刘秘书，考虑清楚这件事情的棘手程度和严重性。如果现在后悔了，依然可以回来做我的第一秘书。季董，当初我说想做您的第一秘书，您夸我有野心是好事，因为有您的信任，我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请您继续将这份信任托付给我。这件事情我已经想清楚了，如果我不能成功平息这场风波，我愿意为我所有的选择买单。刘一宁，你拿什么来买单啊？万一你失败了，你拍拍屁股就走了，剩下的事情都得我们来收拾。那你敢不敢？如果你失败了，你不光要离开开泰，还要离开房地产行业，永远的被这个行业给封杀。我运气一向不错，义父董的知道我一定不会赢的。不要争了，48小时之内，谁先解决这次危机，1000万奖金就归谁。另外，输的那一方自请辞职。不过，柳一宁这次是主动为开泰挺身而出，如果他赢了，就破格提拔他进入董秘办，担任董事会秘书，兼任公司高级管理。这一点，易副董有意见吗？我没意见，反正我也不会。散会。刘秘书，你来一下。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为什么非要挑战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了？是给我当秘书委屈了你的才华？一场赌约而已，季董何必这么紧张？这可不是普通的赌约。易安是个老狐狸，比你老辣得多。如果处理不好，他们就可以将媒体不实报道的锅甩在你头上，他们可以全身而退，而你将不会再有任何公司愿意聘用你。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季董这么问，是在心疼我，还是认为我一定会输？我不想给易安任何伤害你的机会。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易安毁掉你的心血。连城，我们这一次一起离婚。你有什么计划？那个房地产观察报的主编卢显峰，如果硬攀关系，算是我大学师哥，我们还算有点交情。如果我有机会跟他见一面，或许我能说服他。不过还是需要季董帮我。说吧，怎么帮？48小时内，我要您这张权限卡的使用权。只要这个？有了开泰董事长的无限制权限卡，就已经足够了。我会一一调查开泰的档案，找出与报道不符的错误。你现在的要求越出格，到时候如果失败了，遭人清算，只会跌得越重，摔得越惨。我可以给你权限，但你能承担最后的代价？我能。
就连季彦周的权限也无法在开泰的档案库里找到关于那本黑账的线索。世上没有天衣无缝的犯罪，只要能平息这次的风波，我就可以打入高管层，钻得越深，越容易嗅到漏洞。卢主编，感谢您百忙之中愿意过来见我。姨娘，你现在怎么对我突然这么生分？跟上学的一样，叫我师哥吧。也好，师哥，我给您发的邮件您收到了吗？看了。你提到的那几处数据来源模糊、与事实不符的问题，确实是我们记者的疏忽。这审核这块也没有把好关。那撤报道的事，错误我认，但是要撤稿，一般总得付出点什么，不然我们财经媒体的信誉可是要受影响的。原本就是新闻记者报道的问题，如果我们公司的法务一定要这样，那就直接走法律程序吧。最后不过就是我们裁掉一名记者。但你们开泰伟业的股价以及资金链能不能保住可经营手？一宁啊，都毕业这么久了，还这么天真。师哥想要什么样的诚意？钱，我可以给。钱我可不能少，我们新闻从业者，这可是基本的职业操守。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迎新宴时，你说你胃痛喝不了酒。当时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驳了我的面子。当时我说你不够成熟，你还跟我生气。也不知道为了开泰伟业，你能做到什么地步。既然你不愿意，那我也不勉强。今天就到此为止。既然你不愿意，那我也不勉强。今天就到此为止。如果把酒都喝了，我要求不仅撤稿，而且要登报致歉。当然，都到此为止。这就是你说的交情？你是不是打算把自己喝死在这里？季董，我这么做不过是教师妹成熟一点，她有了这次教训，下次也知道该怎么在职场混。无非就是拿你那套整周文化来刁难女人，真有本事就拿能力来说话。你说前4个月销售收入仅为5.52亿元，我们是4月份单月收入5.52，前4个月开泰收入是9.98亿，这样的收入水平放在全国100家房企位列前20，这样的业绩我拿什么破产？回去吧。我不是故意说以前的事，我就是觉得，如果我只要低个头，就能让公司转危为安。就为了那1000万？怎么是为了那1000万？是为了你。真没良心。你是我的偶像，从我第一次看你的报道，我就这样想，所以你一定不能被这点危机打败，会像守护我的梦想，守护公司，守护。
充满现在形成对的确定生命之中心跳轨迹交接瞬间迎接是我心中不圣洁又让我哎，叶安跑了。严州，院长，叶安把别墅区机密项目都全拿走了，他还在网上的股票评论区搞什么强制删帖。你看看啊，本来股民就怨气冲天，这倒好，直接点炮仗。这就是叶安的目的，是故意的。他知道别墅区吃回扣的事情，孙家老爷子不会放过他，他就故意将风波闹大，把项目倒出手。但这件事情在国内完成不了，他要跑。严不接电话，这耗子溜了。我知道他在哪里。狡兔三窟，你觉得藏在这里没人能找得到你？你的专车票有4次填过这里，恰好我有记录的习惯。季总，我错了。盗窃商业机密，利用开发项目吃回扣，指使公关部压制舆论，导致舆论恶化，股价下跌。叶安，你去向背后的董事会，还有背后的孙家去解释你的罪行。你在这个狗东西，就算把他抓起来判刑，于事无补。房地产观察报不仅没有撤稿，还又发了一篇开泰伟业的扩张拷问，质疑咱们土地开发的盈利模式。刘一宁，这就是你说的摆平？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和一个秘书犯浑？院长，你在酒吧里冲冠一怒为红颜，你好大的威风啊！视频传的满网都是，我没什么乌烟之气，我就想保住咱自己的身家。季董，都给我撤了！不，找出原视频，加大公关力度，务必做到全网传播。把视频标题换成“开泰伟业总裁季彦舟保护女员工向九州文化宣战”方向，再买一个社会热点热搜，探讨当代年轻人的职场难题，务必在1天之内顶到头版头条。现在这群记者把人一个总裁都给逼成什么样了？有这么保护女员工的总裁也太幸福了吧！关键他是有事儿是真自己上啊。我们现在占据着舆论优势，今天有几个房地产的董事长也给我发了消息，打算一起举办一个论坛，声讨房地产观察报这种无良媒体。主流媒体也打算帮我们。股价也在慢慢回升当中。
依林，这是你下的账。陈总，市里来人了，找我们约谈。好。这么远，辛苦两位跑的。谢谢留步，我们就先回去了。辛苦了啊，辛苦。好。房地产观察报同意撤稿并公开致歉，市里会大力支持开泰伟业继续开发新海城。挺好。走吧。这边。这是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地段很好啊，闹中取静，既有现代空间的自在通透，又有东方美学的沉静底蕴，不愧是季董亲自监工的楼盘。答应给你的庆功酒一直没有合适机会，今天给你补上。季董这种日理万机的大忙人，还记得这种小事？重要的事，重要的人，我都记得很清楚。除了庆功酒，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这套房子的钥匙。1000万够我给自己买个很好的房子了。这套房子作为奖励，太不会惜了吧？这套是我们的家。怎么？只允许你不知天高地厚的放狠话，说要守护我，就不允许我为我们准备一处庇护所，一座港湾吗？我只是坐在我这个位置，看似前呼后拥，看似高高在上，其实身边围着的人，哪一个不是冲着利益围上来的？算计、背叛、阿谀奉承，我早就习惯了。只有你，始终无条件站在我身边。有一年，你愿意成为这儿的女主人吗？谢谢季董的厚爱，不过这房子我住不进来。为什么？易安留下的材料里根本没有开泰黑账的线索，这本黑账一定在季彦舟手里。你到底在动摇什么？你是害怕找到这本黑账，还是害怕这本黑账和季彦舟有关？因为我想住进您真正的家里，成为你的妻子。可你有妻子了，不是吗？他在你心里一天，我就要一天活在别人的影子里，把您偶尔洒下来的阳光当作恩赐。这样的生活，
我受不了。这房子你可以不住，要是收下，好吗？有秘书。哟，现在叫刘董秘了吧？恭喜高升了。谢谢马副董。易安倒了，现在最可能接手别墅区项目就是我。去，把客户名单给我准备一份，我先提前熟悉熟悉。马副董，您可能忘记了，我现在是董事会秘书，不是董事长秘书。这件事我会转达给秘书处的。哎，店长，别墅区那个项目咱不能停啊！这易安走了，我们得找个靠谱的人接手啊。走啊！孙夏花，她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去，马峰说的人是我吗？怎么分开太久都不认识我？后来怎么说一声，我好安排人去接你。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毕竟易安是我一手一把，现在他出了事，我也有责任。所以城东别墅项目，不如就交给我接手吧，也算是将功补过。孙总，这项目是我从头到尾跟的，你一来就摘桃子，不合适吧？之前你在老城区惹的麻烦还不够大吗？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你，股东们放心吗？别墅区的项目关系重大，不如召开董事会，由各位董事共同决议。这位就是燕州之前不惜得罪媒体，也要力保下来的柳小姐。短短几个月就从实习生坐上了董事会秘书的位置，柳小姐手段不错呀。您过奖了。柳小姐的履历做得很漂亮，不过可惜了，做得不够细致。你在说什么？第一中学是省里最好的学校，我翻了学生手册，根本就没有柳一宁这个学生。你的简历是假的。燕中，开泰董事会里混进来了骗子，怎么办呀？孙总说的没错，第一中学的确是省内最顶尖的学府，每年只招收132名学生，个个家世优越。但孙总猜一猜，每年实际在第一中学就读的有多少学生？是458人，多出来的326人都是跟我一样的借读生。我们要多付10倍的学费，才能拥有同一张课桌。那3年，我日夜苦读，才考入名校。你可以否认我的简历，但没有人能抹杀我拼尽全力的过去。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来隐瞒我的过去，就是因为这326个多出来的幽灵学生永远不会出现在招生名单和合影里。我不信你会去一一查证。够了，柳一宁是通过内部调查才入职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也是关心则乱，怕开泰混进来了来路不明的人。柳小姐，你不会往心里去吧？夏花已经死了，你到底是谁？
我的脸整得像吗？姐夫。孙夏兰，是我。孙海洲他是不是疯了？为了开泰，竟然让自己的女儿做这种事情！小声点，他的耳朵眼睛无处不在。对于易安的背叛，他非常不满意。他觉得是你逼得太紧了，才让这条养熟了的狗不得不反咬主人一口。可是易安走了，开泰谁看着呢？你想顶着孙夏花这张脸进入董事会？不可以吗？我知道，我2年不出现，董事会对我不是那么幸福。不过你那个新晋的董事会秘书可是难得的人才，把他给我吧。给你？是啊，放在我身边，我保证好好提拔他。那个人绝对不是孙夏花，我的情报不可能出错，没有人能在那么严重的车祸里活下来。无论他是谁，他都是挡在我接近基彦州路上的绊脚石，而且我感觉他对我敌意很重。喂，刘董秘，孙总。刘董秘，有没有兴致出来放松一下？孙总邀请，却之不恭。好啊。他把我当成敌人，我就逼他成为我的朋友。孙总，抱歉啊，李总秘，这匹马个性强，遇到不喜欢的人就喜欢横冲直撞，没吓到你吧？没有。难为你还专门买这一身，这个牌子不便宜吧？孙总误会了，这是秘书处的统一制装，走的是公司经费。难怪每年秘书处开销这么高，原来都供着你们买名牌啊！秘书是董事们的脸面，着装不能马虎。不过这衣服再光鲜，穿完之后也是要归还入库的。我们无论穿什么，都是普通人。还算上道。不过衣服是花架子，想要融入这个圈子，靠的是真本事。会骑马吗？骑术的核心在于驯服，无论马的血统有多高贵，性子有多烈，只要手段正确，没有驯不好的马。荷兰温血马的后代是匹好马，不过心思敏感，需要点耐心，建立信任。耐心只是失败者的借口，马不听话就要打，打到它知道谁是主人为止。驯人和驯马都一样。好了好了，没事吧？燕州，先去处理一下吧。你还好吗？多亏了您，我没事。他有时候还是有些大小姐脾气，被家里给惯坏了。季董，我很羡慕孙总，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盛夏绽放的花朵，有无忧无虑的底气，也有无所顾忌的资本，这是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达到的幸运。季董，我去看看孙总。等等，先不急着去，马都备好了，不试试？看得出来，你很假期。我不太敢骑。这里没人，除了我之外，不会有别人看到。
不用紧张，有人替我盯着，这里很安全。孙夫人似乎把我当成了假想敌，不过不得不承认，我有点窃喜，毕竟是当做季董的，而不是马总的。不过现在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既然夫人回来了，咱们就保持点距离吧。这个畜生！孙总，马建业嚣张跋扈，他要是掌权，必定会滥用职权，将开泰拖入泥潭。我有办法让您回归董事会，坐上一安的位置。怎么做？在召开正式的董事会之前，先办个私人参会，以您的名义邀请各位董事和家眷，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到时候谁支持，谁观望，谁反对，一目了然。我刚刚确实没看错，你真的很聪明。他爱上我了。各位，今天到来的都是我最信任的朋友，还有我的丈夫，我最爱的男人季彦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与你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你为我弹了一首钢琴曲，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要嫁的人就在眼前。哎呀，我就说嘛，还是孙总会看人呐。季董果然成了咱们海城的第一号人物，爱妻者风生水起。季董这么爱太太，这财运呀肯定会旺了。真有意思，季彦舟的表情好像在听另一个人的故事。这次我回来就不走了，我要和他一起共创开泰的未来。编得真精彩，我怎么不知道我还会钢琴？和你之间的故事，我能编1001个。真热闹啊！哟，张总、李总都在。老赵，你怎么也在啊？你这人不是挺刚吗？怎么也对这女人卑躬屈膝啊？马先业，你喝醉了，下去醒醒酒。我没醉。店长，你没想我，但我偏要来。我来就是告诉你，开泰是你我兄弟们一砖一瓦拼出来的。这女人她算什么东西啊？她不就有俩臭钱吗？我们开泰现在做大了，钱可以自己搞，你为什么要听她的？马董，您喝醉了，我陪您去醒醒酒。滚蛋！马董事觉得开泰本该是梁山伯，讲的是兄弟义气，现在却变成了夫妻店。一踩在女人高跟鞋底下，您不爽，可你在这儿撒野，又能怎么样？您的胳膊赢得过孙家大嘴巴？你教育谁呢？啊？教育我呢？我用不着你管我！
马建业，少在这里耍酒疯！你先下去处理身上吧。几年没见，马哥真是一点都没变啊！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喝点酒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孙夏华，老子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在季总面前诋毁夫人，都死！触犯印度为红颜，季总太男人了，打得好！各位董事，你们也都看到了，我要是再不入董事会啊，董事会就变成贼窝子了。可不是嘛！来，咱们继续。来，咱们继续。来，继续吧。季董，跟我来。季董，在您和您夫人的家里，我还是有羞耻心的。你受伤了，帮你处理伤口。怎么衣柜上会有个出风口？重来。季董，等一下，别太近，一些剧烈的短痛，慢慢的痛，听着来。严正，我知道你刚才是为了我，我很高兴。燕州，我今天真的好高兴，你为我打了马建业，真的好爱你哦。别假装拥有你没有的东西，连配合一下都不肯，真扫兴。唉，我今天邀请了光华金融雷未来雷总参加派对，刚刚他对你印象深刻，已经答应帮忙开发区别墅项目贷款的事儿。你无论如何也该回请他一次。不过就是几个亿的融资，让马建业招待顿得了。马建业，他就是一个没文化的粗人，上不了台面。我考虑一下。燕州，为什么你总是记不住？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开泰董事长亲自去接，更显出诚意。你那辆宾利太扎眼了，换一辆低调点的，让柳一宁向对方报备你的车牌。你这套西装也太高调，不像求人的低姿态。换一套稳重又不失身份的吧，我帮你去选。够了，衣服我自己会选，雷总那里我会去。燕州，我喜欢赌马，你知道吗？
马场上最残酷的事情是什么吗？不是输赢，而是有的马跑得太快，太喜欢出风头，以至于脱离了骑手的操控，最终摔倒骨折。一匹骨折了的马，就算它曾经血统有多高贵，得过多少荣誉，等待它的只有安乐死。去吧，好好表现。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变，还是那么桀骜难驯。不过还好，我是一个好的骑手，拴着你的缰绳，牢牢地抓在我的手里。原来开泰帝国说一不二的王者，竟然也会成为别人的傀儡。走，我不需要怜悯，尤其不需要来自你的怜悯。在带领人是我的梦想，更加想要一段假回忆来控制，而现在想彻底控制开，我不允许任何人毁了他。我会帮你的，燕州，我们一起赢下这一场。我能顺利进入董事会，你功不可没。说吧，想要什么奖励？孙总，我希望获得您的授权，调查过去10年的开泰账目。你觉得有问题？在历次项目中，我都发现项目几家供应商被无故更换的问题，部分建筑根本没有按照图纸进行，可每次都有马不懂的建议。马建业。好，我授权给你，你放手去做，一定要把这个蛀虫彻底赶出开泰。好的，孙总。我之前一直不明白，燕州为什么非要把楼盖这么高。可当这楼封顶那天，我站在这里，我突然就明白了，人呐，在底下的时候看人，看的是他的脸，讨好、犯贱、害怕。可站在这里往下看，人不过就是这世界上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我现在就把你扔下去，就是个小黑点儿，连点血都见不着。马建业，杀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法律？老子为了开泰财色蝼蚁不计其数，5年前有个财物就让我从这儿扔下去了。这么一看，你跟那老女人长得还有点像啊。那个老女人，我让她当财务管账，她就乖乖的帮我把账做平，大家都有钱赚，多好。可她偏偏手伸的太长，不该查的也要查。你说她掉下去，赖谁呀？马总，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调查别墅的事情，我真知道错了。你高抬贵手。早这么懂事不就好了吗？
耍什么小花招？把他放了啊！我一直以为，痛苦的人应该嘶吼、咆哮，可我现在才知道，真正的痛苦反而是无声的。妈妈，我终于找到凶手了。好家伙，真乖。所有公司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们凯泰。为什么？因为季总你最上道。雷总过奖，也是多亏你们的关照和扶持。季总，如果你想更上一层楼，得学会混圈子。你知道现在海城最昂贵的圈子是什么吗？叫50度推。想进到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他们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暗号。单边留指甲的人身价超过100个亿，双边留指甲的人，那就是这个数往上，指甲留得越长，资格就越老，他们享受的福利啊，自然就越多。季总啊，如果你想走得长远，这指甲呀，得及早的养起来。马建业，一命换一命，也太便宜你了。你以为坠落直到地面就会结束吗？不，当你渴求的一切在你眼前灰飞烟灭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坠入地狱的模样。孙家，你们是一切的始作俑者，我一样不会放过你们。我的全家，他们是人，他们是人啊！季彦舟，你会是无辜的吗？你是我的偶像，从我第一次看你的报道，我就这样想。因为我想住进您真正的家里，成为你的妻子。谁？是我。我能在你这里待一会儿吗？进来吧。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面对一个陷入两难的女人，揭穿她最隐秘的心思，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什么？没错，我就是很羡慕她，我羡慕她能正大光明的站在你身边。如果你只是想听我抛开伤口讲这些话，现在满意了？充满。我不会弹钢琴，在进入开泰之前，我没参加过什么上流人士的宴会，我永远也变不成他。
其实我和你一样，根本就不会弹钢琴。可他不是说……我和夏花第一次见面也是冬天。那天我坐在公交车上，抓住了一个正在偷他钱包的窃贼。我不顾一切的冲上前去，结果却被捅了一刀。因为这一刀，我舍掉了那块多余的阑尾，而收获了一个妻子和他背后的家族。这跟他讲的故事不一样。因为这根本不是属于他的故事。连州，你为什么要过来？外面下雪了。这不是理由。为什么？那个地方冷冰冰的，不是家。我想逃离那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这。这不是我想要听到的答案。林州，坦诚的面对你自己，告诉我，你今晚为什么要过来？我刚刚站在楼下，看着你家的窗户，好像有那么一刻，我自己就过完了一生。那一刻我就在想，难道我季彦舟这一生，现在连一次选择自己爱的人的机会都没有了？呼吸瞬间凝结，你的双眼是我心中的心，不生结。就让稍等。天哪！我的爱。早餐马上好了。燕州，你离婚吧。尝尝。燕州，你离婚吧。我不想再看到你回到那个冰冷的家里。我会不顾一切的把你从那个家里拯救出来。你昨晚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家？
我去哪里了？需要跟你汇报。你找的什么人？是妻子。你是不是装太久，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孙夏兰。孙夏兰，孙夏花的妹妹。你给我好好搞清楚，到底该叫我什么？是丈夫还是姐夫？你就是因为拥有了这张脸，才拥有了孙夏花的一切，很不甘心吧？所以你想要证明你是你，他是他，甚至想要得到他都不曾拥有过的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我是不会爱上孙家千之女的。孙家真是一群疯子。孙总，您的马鞭。孙总，最近在公司我遇到了一匹特别不听话的马，您能教教我如何驯服吗？巧了，我也遇到一匹不听话的马。我这匹马不仅不听话，还总想把我从背上掀下去，我心里实在没底。老马那边有问题？他前几天威胁我说他手上有好几条人命，甚至在开泰也杀过人。他说是名财务。我是想，如果能找到这件事情的把柄，或许就能将他彻底掀翻下桌。马建业这个粗人，满嘴跑火车。那个财务总监明明是挪用公款被人发现，没脸见人才跳楼自杀的。这么离谱的故事你也相信？孙总，我很惜命，马董说的言之凿凿，我不得不怕。马董位高权重，捏死我就像捏死蚂蚁一样，我只想要个保障。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马建业那个疯子，竟然拿郝华年的事情到处吹嘘，必须让他闭嘴，否则整个开泰都被他害死。我知道了。李心远，我必须要让季彦舟在我和孙家之间做出选择，你要帮我。你说你可以贷到钱，让开泰彻底摆脱孙家的控制，你打算怎么做？接着买下河东足球俱乐部啊！这就是你想的破方案。河东足球俱乐部的经理是咱们本地最大银行行长的。开泰伟业作为海城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我们肩负着引领开泰未来发展方向的重任。我们的向阳计划不仅仅是提供一份工作，更是提供一个拥抱变革、拥抱未来的平台。我们期待与最有潜力的你们共同开启新的篇章。季董你好，我是庆南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我想请问您，咱们开泰的升职空间怎么样呢？季董，季董，季董，抱歉，请问可以再重复一遍吗？哦，是这样的。
我是庆丹大学的大4学生，想请问您，咱们的晋升空间怎么样？你身边那个人是谁啊？你是以什么身份质问我？依宁，你别跟我赌气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你的情妇？我不能接受一段见不得光的关系。依宁，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会处理好一切，你相信我。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依宁，我会脱离孙家，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有我的苦衷。所以我会在这里。我说过，我会尽全力把你从那个家里解救出来。我刚到就听见这么深情的告白。季董，这位是李新远，庆丹大学金融系的博士，也是我的师哥。季董，久仰大名。宁宁，你现在跟着季董做事，成熟了不少，一点以前的青涩都没有。宁。我的小名，周围有些人会这样叫我。是吗？师哥而已，需要走这么近吗？季董，您和宁宁只不过是工作关系，况且还有家室，似乎没有资格插手她的个人生活吧？我刚刚是在跟师哥聊我在开泰的经历，想让他帮我提点建议。我的建议是，以开泰地产作为障眼法，暗中建立一个完全由您掌控的金融平台，用平台的资金反过来收购董事的股票，压制住孙家。你为什么要帮我？不是我想帮，是只要宁宁开口，我就一定会帮她。我已经尽我所能去说服季彦洲了，秘密成立开泰金融，偷梁换柱，把优势都摊开在他面前，但他很谨慎。他会接住你这根橄榄枝的，甚至把你招揽进公司，给你一个不低的职位，然后让你彻底臣服于他，而这一切都要我来目睹。永远不要低估了一个男人的竞争意识。你就不怕他选择马建业吗？我听说马建业准备接手一家足球俱乐部，他见的这个人是大华银行行长的弟弟。如果季彦洲和马建业已经联手，开泰金融对他毫无意义。那就撕烂他的钱袋子，让他只能选择我。只要你能狠得下心。什么意思？刘一宁，问问你的心，你爱上季彦洲了吗？刘一宁，问问你的心，你爱上季彦洲了吗？请问一下，谁是柳一宁小姐？哦，谢谢。啊，您好，柳一宁小姐。这是您的花，请签收一下。哦。好的，您拿好。谢谢。这花好漂亮啊，谁送的？这么大一束玫瑰花，肯定是追求者的。谁？刘董秘魅力不小啊。孙总，这是哪位仰慕者送的花？名字都不敢写，看来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追求者。
是。依宁，花儿还喜欢吗？依宁，花儿还喜欢吗？刚才不会听到我说什么了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开泰新上任的运营总监，庆旦大学的金融学博士李新远，也是今年向阳计划引进的核心人才，也是柳依宁的师哥。你好，李总监，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孙夏花，也是现在依宁的领导。我听他说起过您，感谢孙总关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刘董秘笑得这么开心，看来你们俩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之前刘董秘被马建业搞得挺不愉快的，不如请他们两个来家里吃饭。好。花是我送的。我知道，弗洛伊德玫瑰，你漫不经心的穿梭于我的梦境，变成芳香的花园。这是它的花语吧？别吃醋了，靖远师哥是过来帮我们的。我不是傻子，一个男人是不会认错另一个男人爱慕的眼神。所以呢，你以什么样的身份质问我？你每天说着爱我，说着期待我们的未来，你真的想要逃离那个家吗？那个让你跻身海城之巅的孙家，你真的舍得逃离吗？还是说这笔财富，所以让你放弃自由？你在质疑我对你不是真心的吗？原来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对你的感情。那我给你个机会，证明给我看。我要正大光明的去你家，我要成为唯一的女主人，我要在你的厨房里给你做一顿丰盛的午餐，我还要在你的卧室里留下我的头。不会的。我等不了太久，截止时间这个周末。李总监和依宁是师兄妹，那在大学的时候肯定很多有趣的事情吧？是啊，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图书馆查资料，结果遇到暴雨，依宁非要用自己的伞送我回宿舍。等到了宿舍才发现，我们俩为了让对方多打伞，肩膀都湿透了。从那时候开始，就觉得他值得我拼尽全力对他好。校园感情太纯粹了，依宁真是这样吗？对于要搭配酱汁才能激发出口感，我去给大家调酱汁。还害羞了，来。我试配一下。天哪，
我的爱。啊，哎，孙总，您这个耳环很漂亮啊，在哪儿买的？在英国啊。很漂亮，我想给一宁买一副呢。我帮你订购。好，谢谢谢谢。柳一宁弄点吃的怎么这么久啊？燕州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么长时间。季董恐怕是有工作上的电话吧，不如我们再等一等。哎，不对呀，我看到燕州好像在厨房啊，他俩在厨房干嘛？我去看看。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我顺便做了点甜品，刚才拜托季董帮我尝了尝，味道还算过得去。燕州一般不喜欢甜品，既然你点了头，看来刘董秘的手艺值得一尝。好好吃哎，那我们坐过去慢慢吃啊。密室就在季彦州的书房里，你帮我拖住他。怎么还说起悄悄话了？有什么是我们不可以听的？我只是帮师妹看看她的妆有没有化。我去补个妆。喂，是我。哦，你发过来，我现在检查。
季董，关于宁宁的事，我想跟您聊一谈。孙总今晚在我面前总夸赞宁宁，我能明白他的意思。现在看来，似乎季董和您夫人的想法并不太一样。有话不妨直说。爽快，那我就直说了。季董，你真的打算离婚吗？有话不妨直说。爽快，那我就直说了。季董，你真的打算离婚吗？人的青春是很宝贵的，我不会让宁宁为了等你而蹉跎岁月。我要怎么决策，用不着你指手画脚。孙总觉得我们两个很合适，巧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季董，如果你再这样不明不白的拖下去，行动的人就该轮到我了。毕竟我可以给他更好、更圆满的爱，给他一个真正的家。久等了，没事儿。正好，我和季董的事情也谈完了。东西拿到了？什么都没有。你不会再隐瞒什么？我的确找到了密室，找到了一个标有地计划的盒子，但里面是空的，盒子是空的。连你也要怀疑我吧？我只是觉得太顺利了，担心其中有诈。他简州一介富豪，密室连密码都不设吗？有，他的生日。看来不管走到什么位置，大家偷懒的方法都一样。他简州一介富豪，密室连密码都不设吗？680，这3个数字上有指纹的痕迹。密码是4位数，860080600806。难道密码是我的生日？我要正大光明的去你家，我要成为唯一的女主人，我要在你的厨房里给你做一顿丰盛的午餐，我还要在你的卧室里留下我的头。现在确定我在床上发现了你的头发，喜欢吗？我特意留在那里的。燕州，你爱我吗？爱。爱是什么？爱像不计代价的飞蛾扑火。爱是永远满足不了的，饥寒交迫。爱是予取予求，爱是患得患失，爱是最美丽的祝福，爱是最深刻的诅咒。燕州，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正大光明的说爱你。
燕州，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正大光明的说爱你。骗子。我现在有了个计划，可以脱离孙家，也可以摆脱马建业。什么时候执行？现在，立刻，马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马建业用收购足球俱乐部做谎，控制境外空壳公司与地下赌庄勾结，操纵比赛结果。巨额赌资通过球员转会费、青训合作，再流进他的口袋，完成整套洗钱流程。多明诺骨牌的第一款，就从这里开始吧。建业，这次俱乐部冲超成功，功不可没呀！小意思，都是为了公司。马总，您砸了30亿，却砸出了100亿的宣传效果。现在开泰队是业界的神话，离不开你的运筹帷幄。会说话啊！来干一个！老马，哎，刘经理，兄弟，我跟你说，来，只要咱们兄弟俩合作，咱们以后能挣更多的钱。老子花出个500万，对面的主力就乖乖的在禁区里假摔，老子通过外围就挣了10个亿。哎，踢假球怎么了啊？洗黑钱怎么了？这他妈才叫生意啊！建成的算球啊？他不过就是孙家的傀儡而已，他怎么能贷到那么多贷款呢？啊，还不是孙家手里有本黑账，叫什么？第1流啊！那里不只有黑账，还有个名册，里面记载着孙家在各个行业的商业间谍。多亏了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人，这外面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内部消息，开泰才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怎么拧？接下来播报近期热点。近日，本市龙头企业开泰集团再报新闻，集团副总裁马建业被留置审查。开泰集团股价一夜暴跌，开泰集团是否会从此一蹶不振？我方记者会持续跟进了解最新情况。马建业那个没脑子的蠢货，连累了整个孙家，开泰要完了。我没盯好开泰，爸爸肯定会杀了我的，必须马上做切割，能保住多少算多少。我要留在开泰。你疯了！马建业都进去了，下一个就是你我们都会被拉下水的。不，只有你和你们孙家
还要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从未真正的信任过我。那份地名单的所有账目往来，最终签字人都是你。原来你是故意的，但你别忘了，你弟弟纪小伟还在我们手里。在你忙着和马建业争权，想着怎么掏空开泰的时候，早就没有人认真看着那个废物。我让人把他给换走了。你，这不是我放的。我不需要你的任何解释。你把地计划给我，我们好聚好散。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在得知每个账户签字人都是你之后，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这可是我威胁你们孙家的最后武器了，我怎么可能给你？纪彦舟，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连夜跑。喂，季董，孙总已经放弃股权了，签字了。知道了。冲动，依宁，呼吸凝结。是我心中的不生结。依宁，我从孙家那个牢笼里解脱出来了，是你帮我解开了那个绳索。我现在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向你，再也不会有任何人阻挡我们相爱了。天哪！我的爱。天哪！我的爱。我的爱。依宁，属于我们的美好时代终于要来了。各位董事，如今开泰伟业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因此我来推荐一名执行总裁，统领各部门的工作，尽快完成开泰伟业的转型。刘依宁。我想问诸位一个问题：房地产是什么？是土地还是楼房？都不是，是金融。房地产的开发
投资、运营、服务，每一个环节都围绕着金融展开。行业的上游是金融，下游是建筑。地产做得不好就是建筑业，做到极致就是金融。而开泰绝对有信心将板块拓展到新的领域。依宁，你不光是紫杉财富的功臣，开泰的功臣，更是我季彦舟这辈子最爱慕、信赖的人。充满天蓝，欣赏确定生命中添加关系。从今往后，你愿意成为我的女人，和我一起守护开泰这片江山吗？我愿意。季董，您如此高调的求婚，就不担心您的夫人孙夏花找上门来吗？还有夫人。季董，您如此高调的求婚，就不担心您的夫人孙夏花找上门来吗？还有夫人。孙夏花其实2年前就已经去世了。2年前就去世了？是这样的。请您详细说一说。孙家为了掩盖丑闻，就让孙夏花的妹妹孙夏兰继续假扮成孙夏花。彦舟，对不起，我知道你不爱我，支持我们婚姻的只有孙家的野心和财富。夏花，夏花，你别动，我救你出来。你跟爱的人一起死，也是一种幸福。彦舟，我欠你一句对不起。去西找去，离开孙家，去找自由。夏花，你到底是谁？我的脸整得像吗？姐夫。事到如今，为了孙夏花的声誉，也为了我未来妻子，我不得不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公布出来。地产巨鳄开泰伟业再爆丑闻，其幕后操纵者孙家到底是否背景？开泰伟业推出金融平台紫杉财富，开泰伟业复牌后，股票全面涨停。知名企业家季彦舟是否能带领开泰伟业再创辉煌？奸夫淫妇，连我的钱、孙家的钱都敢拿，我这就让你们看看，拿我开涮的后果是什么。
喂，是我让你帮我杀一个人。恭喜啊，新晋的开泰伟业执行总裁。等你住进纪彦舟的家里，很快就是名正言顺的董事长夫人。只不过，那本地心话里的黑账，还是没有浮出水面。我会找机会从纪彦舟那里得到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本地心话里真的有纪彦舟的犯罪证据，你会怎么办？你会把他送进监狱吗？纪彦舟是被孙家胁迫的。我不会为没发生的事情幻想。马建业呢？他那边怎么样？听说他在滞留期间精神受到刺激，已经疯了，在精神疗养院。热血馒头我咽不下，这都不要啊，这都不要啊！刚才我演的好吗？你说，到底知道些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掉下去的。你说，到底知道些什么？到底知道些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掉下去的。热血馒头，我咽不下。是他推的。宁宁，宁宁，等会儿喝吧。我今天不太舒服。我去给你煮点红糖水。是他推的。马建业，当年在开泰顶楼，你都看到了什么？郝华年到底怎么死的？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李欣，你怎么样？对不起，他找我。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在骗我，什么合作，什么对付马建业，都是为了查郝华年的死因，是吧？郝宁，这个名字可比柳一鸣适合你多了。对，你现在脸上这个表情，也比平时那副面孔好看多了。你说，如果我划烂你的脸，纪彦舟还会像以前那样喜欢你吗？蹲下来，别碰他，有本事冲我来！坐下来！好手段呀，
这些男人都为你前赴后继，不过，你认为他们是真心爱你吗？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是来帮忙的呀。你想知道以前的事情，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呢？我才是知道来龙去脉的人。李总，你一定要制裁这些手段脏污的人，他们迟早会把开泰的根基做空的。你这证据不能销毁，求求你让我姐姐去懂吧，让我把东西给她，她一定会看的。黄总监，你听我的，你不要多管闲事，把东西给我。人心馒头，我咽不下。不是他，不是他，不是季彦舟，松了口气是吗？小伟，让他看看你的脸。你是谁？为什么要杀我妈妈？为什么要杀我妈妈？这个问题不如让你的丈夫解答吧。季彦舟，难道你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你有个弟弟吗？放了他。刚才你听的应该很清楚，他故意接近你，就是想要害死你。即便这样，你也要护着他。我再说一遍，忘了他。好，你不怕死。那小伟呢？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把宝贝弟弟藏得很好？我们是在赌场找到的他，你还要谢谢我，帮他还了5000万赌债。看吧，无论你救他10次、100次，他永远都会回到那个笼子里去。哥，向尊家低头吧，这么闹下去，大家都没有好果子的。你闭嘴！哥，难道你真的为一个女人放弃开泰董事长的位置，放弃1000亿资产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好好过日子呢？哥，你不要逼我哟！我就是为了保护你，为了为孙家的提线木偶，处处受他们的制控。你现在倒好，你反过来帮他。哈哈，提线木偶，季彦舟，难道你忘了，路是你自己选的？你现在装什么受害者？你好好看看，你以为他多干净？睡在你枕边的人就是帮凶。这么多年，你找不到你妈妈被害的证据，都是因为他，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弟，亲手掩盖了罪行。让他起来。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心里有数。既然可以做第1次，自然可以做第2次。怕什么？这是开泰的地盘，就算死1-2个人又能怎样？尤其像他这种人，处理掉一个，就像这个城市少了一粒尘埃，谁也发现不了。走。住手！蹲下来！这份地计划名单我给你，还有我名下所有的财产，我全都给你。跪下，拿上它，跪到我面前，呈给我。
有了这份地球和名单，你就可以保顺孙家了。现在放了他。动手！保孙家，我有了这份名单，我可以威胁所有人，让他们把钱全吐给我。至于孙家，他们倒了关我什么事啊？我那个冷漠的父亲，利用我这么多年，我唯一做错的只不过没有守住你，他就无情的抛弃了我。我终于不用陪着你们玩这场爱情游戏了。不过，我还要谢谢你点醒了我，让我记得我有多讨厌这张脸。从小到大，我只能在我姐姐手下捡剩饭吃，因为她是天之娇女，所以我只能做她的影子。到最后，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失去了。不过现在，我终于可以做回我自己了。动手！张伟，你已经拿到地计划了，你可以远走高飞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呢？你也配跟我做交易？我手里有你杀郝华年的证据，你就要永远听我的指挥，供我驱使。我现在让你把他推下去，听不懂吗？依琳，别扔！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护着他？好，我成全你们，一起做了一对死鸳鸯嘛。你很快就可以跟你妈妈团聚了。依琳，姜伟，您好，我的匿名资助者，我实在无法无视您的雪中送炭之举，写下了这封信。我相信，在现实中，你也一定是一位善良的人。我在学校学习很好，学费很贵，但我的奖学金足以支撑下来日常开销。您上次的回信有一股特殊的香味，让我想起山间的银色清泉。容我猜测，您一定是一位儒雅的男士。所以，是你一直匿名资助我。下雪了，我喜欢雪天，在雪天吃炸鸡，配上一杯热红酒，油脂和酒精在舌尖爆炸的时候，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瞬间，足以抵过人生所有的苦。雪花炸鸡配上热红酒，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搭配，因为油脂和酒精在舌尖爆炸的时候，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瞬间。
你怎么知道？我还以为是我原创的，可能在什么地方看过吧。所以是你一直秘密自处啊。那个女孩是郝总监的女儿，叫郝宁，刚考上大学。资助她所有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直到她大学毕业，不要让她知道背后是谁。再从我的私人账户拨款，设立一笔助学基金吧。虽然不知道您是谁，但还是要谢谢您的资助，帮我熬过最难的时刻。我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妈妈在天上一定会为我骄傲的，你也一定会为我开心吧？3年了，您还是不肯透露姓名吗？心里装着仇恨的人是孤独的，但好在我还有您这个朋友。或许您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一直以为我足够聪明，原来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这是写给您的最后一封信了，我马上要去完成一个酝酿很久的计划。我要回到记忆里最痛苦的地方，亲手替母亲报仇。等我从阴影走入阳光的那天，我一定会来到您面前，与您相见。我一直以为我足够聪明，目不为眼，原来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不，还有一件事我从来都掌控不了，那就是爱上你。因为你就是那个唯一变量。呼吸时听见，是我心中的不是间。有人。手他手他爱将不计代价的飞蛾扑火，爱是永远满足不了的饥寒交迫，爱是予取予求，爱是患得患失，爱是最美丽的祝福，爱是最深刻的诅咒。我现在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爱你。
如果把这份名单交出去，开泰伟业、紫山财富、见证，一切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了。交给我吧。交给我吧。做错事的人应该受到司法的审判，付出该有的代价。我走之后，这学期经理的钱不要断。我想让更多和我出身相似的学生，能凭自己的努力，清清白白的学习、生活。不充当我的副长。充满让光天蓝天蓝凯泰伟业副总裁马建业犯故意杀人罪、绑架罪，同时私下逃避公司账目核查并参与洗钱，组织商业间谍侵犯其他企业商业秘密，属罪并罚，被判处死刑。董事长季彦洲犯包庇罪，但因情节较为轻微，且有主动自首立功表现，判处3年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纪小伟、孙夏兰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这片标的我们一定要拿下，我敢保证，它就是下一个开发区。我有兴趣，我相信你是最好的投资人。这首是华尔兹舞曲，一个人跳不合适。艺术和商业看似两端，实则都在追求一种极致的平静与美感。充满让光眨眼像潮汐，天蓝心上